好，那我今天来报告那个沙克顿计划的进展。那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让我们有一个opportunity 可以组成很多人的团队，那我们就可以做全面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全面性的进展。那我是因为这次只有30分钟，我就讲重点。我想要先讲海啸影响电离层，然后其实这有些不是新的，可是后面讲完就会知道它是新的，它是很特别的。然后海啸影响电离层，然后它怎么影响到中高层大气的研究，和福尔摩沙卫星7号跟 NASA 的Gold Mission。那我是成功大学林建宏。那我等一下用的语言都会用很不科学的语言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跨领域，所以我希望用的语言是那种大家听得懂的语言。那这张图就是福卫7号在对不起，我可以跟你要那个。对，没关系，我也可以走过来讲。福卫7号是这些卫星哈，然后这福卫3号、福卫2号。那好，那我就来开始下一章了。我们一开始要做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海啸为什么跟太空电离层有关系？海啸是地平面的海面上的波浪。那我们每天你在海边住都会看到海浪。那为什么它不会引起电离层扰动，海啸却会哦？那因为海啸是起来的时候，它是一面墙，整个是一致性的推过来。你可以想象排山倒海的过来，跟一波一波的过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好，那如果呢，海啸是排山倒海的一面墙过来的时候，它产生的波是不是可以推到太空？那我们就可以用 GPS 接收机在地表上，然后去收 GPS 讯号。然后概念就是这样子，海啸跑过来 ，GPS 接收机在路上，然后这中间的讯号就会穿过海啸发出来的波。然后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觉得海啸非常快，可是你如果把它换算成公尺每秒是200公尺每秒，还是非常快，高铁的2倍到3倍的速度。可是如果这个波一旦跑到300公里高的电离层的时候，它就变成4倍，它就变成飞机的速度，就是说飞机的速度的2倍、3倍以上。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海啸电离层的扰动观测可以作为预警的工具，所以这大概是10几年前我们在想出来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就是跟你讲那个进展哈。可是，在10年前、15年前我们刚开始想这个概念的时候，大气科学家是否定的哈。为什么？这张是说我们的大气在中层大气在50公里以上，你看到大气一大堆乱流，一堆稳流。那这个的稳流、乱流呢，比我们在平面上感觉到天气更强烈非常多，所以很多东西飞上去的时候，它会被扯得东倒西歪。那所以呢，一般的中高层大气或大气科学家认为说，不可能，地表的波传不到太空，因为中层大气的稳流、乱流会把上传的波把它搅得破碎。所以真的看得到吗？好，那我们的第一个测试的案例就是那时候一个很巨大伤害的2004年南亚大海啸，规模9的地震，然后它造成很严重的死伤远远高于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那就可以看到说，我们那时候在印度洋上面只有很少的 GPS 接收机，那就可以看到这个把 GPS 的讯号量电离层的讯号呢，做一些滤波谱的分析之后，留下一些有讯号留下一些有意义的讯号，就可以看到说，在红色三角形之后那个你就会看到说，那个 GPS 讯号是有一个比较长周期的震荡，这横轴是小时，纵轴是不同的站，然后振幅就是那个讯号的震荡，都可以看到这些震荡。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对，这个是很有力的证据。可是因为你观测到还是大概就是整个这张是海啸的那个传播时间预测图，那相对你没有看到全面的东西，所以很多科学家还是会跟你说，会不会是太阳闪焰啊？会不会是太阳风暴啊？会不会是什么？好，那真正的主角来了，就是2011年，这个就是 game changer 东北大地震那个，因为日本东北大地震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 GPS 站，所以我如果让这张 movie 再重新跑一次，你就会看到说，底下桃红色的是海啸波，那这边绿黄点呢是电离层的观测。你会看到这电离层观测呢，在海啸发生之后，快速的就往南传，然后很快就到台湾了，只要1小时内就到台湾了，然后之后还继续传，那后来快的速度会减慢，就剩下慢的速度的波，是这样子。那这波这上面呢是这边的那个截图 snapshots， 就会看到说，这画不同颜色，还是可以看到说，下面的这个是海啸波，那这边是 GPS 讯号。比较可惜的是，太平洋上面没有更多的 GPS 接收机，
14个小时之后，这个海啸波传到了美国，加拿大、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上空的 GPS 量测到的都有这个波纹所以它是非常 sensitive， 可以去看到。其实是自从这个事件之后，原本跟我们说他不相信，这种研究的人，他自己都去投论文就变成说他是一个很特别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好，你如果要预警，你光有观测是不够的，因为做海洋的海啸的科学家会跟你说，你这个地方没有看到而且你是事后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好像我们看到这些海啸模拟基本上，对不起，我们这些海啸的速度、时间、传播时间都是观测加模拟，所以我们就想，好，我电离层要做一样的事情，我也要模拟，所以我们就去做模拟。那我们就跟中央大学吴作任老师的海啸 model 去合作，这是海啸 model 产生的浪高，这是电离层的扰动。那就发觉一件事情，我们曾经模拟过它可是不成功。我们觉得这个形状很漂亮，哇！我可以看到，真的我是第一次可以数值模拟，可以做出来说，海浪的高可以在太空中产生电浆的扰动。可是有发觉到一件事，南北传的比海啸快，东西方向传的并没有比海啸快。那这中间有个时间落差是8分钟，因为那个地表的从海平面的海啸波传到太空要花8分钟。可是如果是成功的，像刚刚的观测的话，你会发觉一开始落后8分钟，可是因为在电离层跑非常快，所以它后面会追上。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只有南北快，东西慢呢？那我们就画这张图这张图的蓝色的虚线是地球的磁场，是走这个方向。假设这边是北边是极区在你们的左手边，赤道是在你们的右手边。那这个波呢，海啸产生的波是这个红色的，然后用这个绿色的方向就传出去。就发觉这边是顺着地球磁场，这边要跨过地球磁场，所以如果有电离层的电浆带电粒子，它基本上是需要顺着磁场跑的，它不容易跨过磁场，因为它需要电场去跨过它。那我们其实很多领域里面的人就觉得说，这种效应很重要，这种效应就是造成我们常常观测到，就是只有往赤道方向才看到扰动，往极区看不到扰动。可是我们作为科学研究人员，我们就是要怀疑怀疑才会有新的结果。我们就会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吗？波真的沿磁场跑比较快吗？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模拟方式我们觉得波会产生电动效应，所以现在这是另外一组的模拟。上面这一组呢，还是一样是浪高，不过这边加了地表大气，在地表上的大气扰动，跟太空中的大气是不带电的大气的扰动，在300公里高。然后是下面有3组不过主要是有2组实验，一组实验是好，我还是一样只有电离层。那这个是纬度对经度，这边是高度对上纬度，就是这边是切这个某一条纬度，对不起，某一条经度线出来去看它。然后这边是那个这边就是纬度对经度。我如果让 movie 再重新跑一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一样，那个地表位移，对不起，然后它没有动它需要它动它一下。好，其实有地表海浪高，然后产生地表大气扰动。那没有动我当然把它滑鼠移过来让它跑。它其实有，只是因为它跑很慢，对不起因为这模拟的区间，你以为它其实有在动的有看，然后这边都空的，因为还不到太空，还不到300公里。现在慢慢的到太空的大气的扰动开始看到它了，可是你会看它比较慢出现，它会追过它。然后电离层扰动呢，就会有这种，就像之前一样，只考虑电浆效应。然后这边是画一条线是地球磁场，实际上有很多条地球磁场，然后就可以看到波是喜欢往地球磁场方向传的，就是之前旧的理论。可是我们觉得不对，应该电离层有一个电动效应那细节不在这边讲。那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还会产生一个霍尔效应，让那个电浆呢是可以跨磁场去漂移的。所以如果现在再重新跑一次的话，仔细看这边，你就会发觉这个电离层跑的会比它快。看它外面的红圈，然后这个呢，你会发觉除了沿磁场方向之外，跨磁场方向的振幅也很强。然后现在模拟出来的结果，你等一下看这外面的红圈，这边是有一些那个数值的误差。你看这一圈，基本上是跑赢海啸的。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考虑电动效应，基本上我们就没办法把电离层拿来做海啸预警的工具。可是今天如果是照传统电离层的想法的话，完全没办法，
模式没办法预测，可是如果考虑电动效应就可以预测，所以这是我觉得最近看到都觉得很开心的进展。然后其实不止这样哦，因为我们做这计划，我们每个月会被追在屁股，被你们在后面盯着，我会很紧张哦，所以就会想说还有没有新的啊？有新发现吗？就这样子而已吗？这个不就一般科技部计划而已吗？所以要再新发现，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发觉说海啸，所以有新发现吗？海啸过后10小时，我们就看到一组新的波，你就说，这是海啸波啊？没有，它是往日本岛吹回去的。它不是远离日本的，它是往日本推过去的。然后我这边是截图，这个是那个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那个海啸模拟，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的模拟。仔细看这边哦，在过了海啸过后这边是大概过6个小时后，对不起，它模拟的动画我没再放进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啸波还是有往外传，可是这边有一个海底地形，你会看到这边波撞到这边的时候有一些干涉条纹。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个海啸的海浪波，如果放大在日本这边，你就会发觉这些波最后撞到海底地形之后弹回去，走这方向。然后这跟我们观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然后所以它很 sensitive， 不止海啸推出去可以看到，遇到海底地形弹回来我也可以看得到。那下一个就进到比较太空科学的题目，就觉得说好弹回来，然后呢，所以就觉得说，弹回来之后。过后2-3个小时，发觉产生一组新的波是长这个方向，它就沿着日本岛移动的方向。这是我们太空科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我先跟你讲一下这是什么，就是这个这样传的东西哈。它是在日本哦，日本从1990年代建了雷达跟 GPS 很多接收站之后，就发觉他们有一种很奇特的波，在夏天、冬天晚上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波，就刚刚好顺着日本岛平行的传。就是沿着日本岛传，你看它的波前是这样子，它的波形是长这样，它波是往这方向传。然后这个波这样传的时候，它是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以为说，是仪器都装在日本岛上面，后来发觉不是，它就是顺着日本传。所以日本的太空科学家都想要用雷达、人造卫星、火箭，一定要找出原因哦。那统计的结果是，它夏天、冬天才会出现。可是我们现在在东北大地震是3月11号。是春天，它春天不该出现的，所以它是被海啸波去把它推出来的扰动。然后我们就会问说，好，大家都会很喜欢问这种事情，在台湾我们报告什么东西，或者在任何地方报告什么东西，人家都会问说，那台湾会不会出现？台湾会不会出现？会，台风的时候有看到，或者说台湾看到从日本传下来的。不过一般都是春天，对不起，不会出现，夏天跟冬天才会出现。那这就很有意思哦，它其实海啸波去产生一个电场去扰动它。那这个论文投出去的时候呢，有被那个 Space Weather 的那个就是太空天气的新闻去报道它哦，他们觉得说，哇，原来海啸可以驱动太空天气的扰动，因为这些所有你看到的都是 GPS 观测到的电离层扰动，是会影响 GPS 讯号。到那个从卫星跑到使用者手上哦，那当然再下一个就是你会一直问问题吗？那一直问问题就会有下一个东西。那我们会问这样子，你看到一个现象，你会说日本有，台湾有没有？然后再问说，那它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们都要做，我们不是都被教要做有用的科学吗？对，好，我们就很辛苦的找到一个是这样子的。台湾这边呢很特别，台湾的上空的电离层，如果这一层是电离层在300公里，我如果再重新 run 一次这个动画，你就看到电离层上面会产生很多小泡泡，它会有春天的时候，而且它是春天的时候特别好发，春天的时候容易出现。我们把它，因为它是很像小泡泡，我们把它叫做电浆泡。它其实这张是美国军队的图，美国军队要做太空天气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去解除这个电浆泡。因为当 GPS 讯号通过这电浆泡之后，原本正常的讯号政府会被散乱，然后所以给战车给飞机都会导航都会是遇到紊乱的。那这个东西在春天特别容易发生，然后在台湾这种低纬度才特别容易发生。那所以我们现在遇到2个事情，一个是日本在春天不该出现的扰动被海啸驱动了，第二个是它可能会跑到台湾，或者是跑到低纬度。然后这种电浆泡常会出现，所以就问下一个问题：那这个电浆泡会不会被那个
对不起，我刚刚都一直没讲哦。日本的那个扰动不应该是叫那个扰动，应该叫做中尺度电离层移行扰动，把它简单讲叫做 Medium Scale Traveling Ionosphere Disturbance（MSTID）。我后面都会用英文哦，因为它中文的太老口了，所以就用 MSTID。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讲它对电浆炮有什么影响哦。美国的军队对电浆炮特别有兴趣，然后甚至是2014年哦 ，Science 有选出2014年10大科普新闻的第10名哦，最后一名里面有讲到说，美国在2002年的阿富汗的一个特种部队的行动里面，他就是派了第一个特种部队要去打那个阿富汗的那个恐怖分子的营区，不过他的讯息是错的。一般我们去营区需要去突击对方是你要可能在他的营区的前面2公里或10公里降落，然后再步行过去攻击。有当兵的人一定都会知道。可是他那个情资是错的，他的降落点就是人家的营地，所以他的第一个特种部队去的时候就全部被困住，所以他们就在派第2组特种部队去。然后呢，发觉还是错，因为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是情资是错的，第2组去到一半才发觉情资是错的，所以就想要在直升机还没抵达之前传讯号给他们，可是怎么传都没有用，所以第2组2组特种部队都被围攻哦，所以是美国在阿富汗里面以特种部队来说死伤最多的。后来他们就发觉说，为什么那时候第2组去的时候讯号没传到？他们就会去找历史的资料，发觉说，原来是那时候有电浆炮让那个无线电讯号传不下去。所以这是那个 Science 选出来的10大太空天气10大科普新闻里面的第10名哦。那台湾也是很好发这种的哦。这张是那个用影像去看红光、可见光，如果是用那个专业的相机往上解析，科学就是要有很高那个 CCD 的辨识能力的相机去看，可以看到这树枝状的就是电浆炮。当它来的时候，台湾这边的 GPS 讯号会有很多失锁。所以这2个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哦。好，那现在这样子，如果当我电浆炮遇到 MSCID 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边电浆炮怎么生成的呢？它跟 MSCID 是怎么有关系的呢？我们先看什么叫电浆炮。我刚刚有讲说，台湾这边很容易发现，可是我没有讲为什么它会发现。它很像是把水放在油上面，把重的放在轻的上面。那我们把电浆放在上面，下面没有电浆，然后呢，你去底层去把它扰动一下，它下面的扰动就一直往上涨。好，就很像你如果去做实验，把水放在油上面，你底层去把它搅一搅，它就会产生这种东西。那这个是高度对经度东西方向的结构。如果把它画成纬度，就南北跟东西方向，它就会像这种岛的 C shape 的形状。那我们如果去让一个数值模拟呢，把它就是给一个 MSCID 在数值模拟这边，你就会发觉这个岛 C 却长不起来，它会被它压下去。而且如果你用另一个方式去看它的话，电浆炮自己一样，东西方向对高度，你会看到这个泡泡这样升起来之后，然后再产生很多小分支。然后如果有 MSCID 来的时候，你会看它长起来的时候 ，MSCID 的这边的那个黑线是电浆漂移往下，白线是电浆漂移往上。你会发觉，你的电浆泡要长起来的时候，这上面的电浆漂移呢，把它压下去，黑色把它压下去，白色把它拉起来，黑色又把它压下去，然后最后它变成相反方向。所以它完全就是说，整个故事如果你去把它连起来，你就会觉得很神奇的是，原来你海啸可以驱动电离层扰动，这个电离层扰动呢，可以传到美国，然后海啸的波呢撞到海底地形反射回来之后。又可以再产生电离层扰动，那再驱动那个 MSCID， 然后这个 MSCID 呢不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然后它传到低纬度的时候遇到电浆炮，它又可以把电浆炮压抑下去。所以你很难想象这个 connection 哦，你实际上是从中纬度的海面拉到太空，然后再转回来到低纬度。所以我的第一个小结就是说，好，海啸电离层耦合的研究进展，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模拟的结果，我就觉得非常兴奋。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进展。那可是就是这些 paper 都还在审，所以我每次那个写那个表格都很痛苦，因为那个表格上面都要写说已发表几篇有没有，所以我都会觉得好。我知道很厚脸皮的把投出去的都写，希望他会接受。不过今年流年比较不利，因为去了很多都被拒绝，你知道吗？所以要再审。不过我觉得被拒绝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年的评审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遇到好几个评审都是没有看论文，他问的问题我们其实都写了。我还遇到一个评审，他把我上次回给他的图拿过来说我是错的，就是他完全没注意到我上次已经跟他讲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反正就是可能就因为疫情大家在家很闲，就有空在那边去那个。不过这是我的借口啦，我们还在努力中。那可是我觉得不要以期刊论文的那个被接受与否来看，以目前的模拟进展而言，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说，海啸波在电离层真的传比较快。那我们去模拟考虑了电动效应之后，我们就发觉它可以作为预警的工具。然后呢，它被反射之后还可以产生扰动，驱动不该出现的 MSCID， 然后它才会影响电浆泡。所以整个太空天气跟地表的是合在一起。我还没结束，这只是我的 Topic 1而已哈。然后我的 Topic 2是这样子，我是讲太久了吗？还有10分钟。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刚刚的结果全部都是地面 GPS 观测到的，跟数值模拟。我如果大家回去看我的第一张投影片，我还是要做卫星任务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卫星任务很重要的是那个先期研究。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规划一个可以看地震预警的卫星任务。所以前面的海啸模拟都是为了为了卫星任务、地震卫星任务去做准备。那有没有现在有的卫星可以看？有，就是我们去年发射的福卫7号，然后正好 NASA 呢就出了2个卫星，正好去看中高层大气。一个叫 NASA ICON， 这个经过了2年的波折，终于在去年年底发射，不过它资料还没公开。这个是 NASA 的Global Observation Limb and Disk， 叫 GO 的晶块它就是可以去看某一个同步卫星去看着大西洋跟南美洲的所有电离层的那个辉光，所以看起来像是这样子。它一直都会照这个区域。然后福卫7号就是低纬度，一直很多观测点。然后这个卫星资料还没公布资料，它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所以它还不到，要6月以后才会公布资料。那好，我们用福卫7号跟这些卫星做出什么这在福卫7号发射之前，这张投影片秀了很多次，因为每次那个卫星，大家做卫星任务的人都会知道，福卫7号原本预计2016年发射，2019年才发射。ICON 卫星原本预计2016年发射，甚至要比福卫7号早1年，最后它比福卫7号晚了6个月才发射。所以卫星发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每次卫星可能要发射的时候，太空中心就会把我们找去说，你要不要跟我们讲，开个记者会跟大家讲说福卫7号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一张在发射前1年就秀过了，然后那时候就秀过说我帮福卫7号做了一个太空天气的测报系统。那当时还没有福卫7号，所以就用福卫3号的去练习，做2013年的St. Patrick's Day 3月17号的太阳风暴。可以看到太阳风暴前地球的南北极区有一个像双盛型的涡旋是比较小的。如果太阳风暴来的时候，双盛型涡旋变大，就表示太阳风的能量灌进来，让它转得变比较大。得到的结果就是赤道两侧的电子密度在风暴前是比较弱的，它是以纬度来比，它相对比较强，可是它在风暴前它是长这样子，风暴后它会比较增强。所以这张图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说，台湾的可能台北以南是笼罩在那个电子密度增强区域，这个叫做赤道异常区域。赤道电浆异常区域就是原本应该预期它会在赤道比较强，结果它是在赤道两侧。那台湾就正好在那个下方可是如果太阳风暴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台湾整个都笼罩在增强的区域里面。然后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周期跟前个太阳周期都是极度安静的，就是它几乎是接近小冰河时期的太阳活动然后我们本来以为说好，福卫7号发射之后，太阳极度安静，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我们那时候就是2019年的7月底开始去看福卫7号有资料下来，我们就一直去看，那我们就想说好吧，我们来做太阳风暴好了。然后那时候看到一个很小的太阳风暴，它的地磁扰动是-50就是它让地球磁场只有减弱50个 Nero Tesla， 然后它在极区能够产生这种是双盛型的那个刚刚的扰动，然后这是雷达去看到的结果，你就会看到它有增强，增强还蛮明显的，可是磁暴的定义是根据这个地磁的扰动，以这个标准-50来讲的话，是很轻度的台风，或甚至不到台风，是热带气旋。大的太阳风暴可以让加拿大整个停电是可以到-400，那人类史上最大的是到-1200，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小的。那这边是一些太阳风的一些参数，
所以我们只是跟你讲说，这是类比轻度台风。好，那我们就比一下电子密度福卫7号量到的变化。这个是300公里高，260、220。福卫7号的一个特色就可以量不同高度。那量完之后就发觉这边是磁暴还没来之前，那就像刚刚讲的赤道异常的，就是赤道的两侧电子密度增强的区域，在太阳风暴前，因为太阳很宁静，所以很小。可是当太阳风暴一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瞬间增强，这边就是瞬间增强，然后在不同高度，然后尤其欧洲长得非常强。你如果去除上它的百分比的话，你会发觉它是如果卡巴画-100跟300%，你会发觉这颜色都全部都满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去看，它在印度、欧洲、非洲，它有300到800%的增强。那对于一般没有做这研究的人，不知道这增强多强。所以讲一下这个这个是那个观测跟模拟就是2003年，就是最近从2000年过后，这个就是最强的太阳风暴了。那 NASA 为什么一直没有派人去那个火星那些行星探测任务？就是因为经过这个太阳风暴，才学到说，原来那个太阳风暴可以让地球环境变得那么复杂，辐射变得那么的难以预测。那以电离层来讲的话，那个就造成的增强是磁暴前长这样子，磁暴时长这样子。所以有一个叫做超级喷泉效应，把电浆呢从磁赤道往高纬度传，然后就会看到这边很大的增强。所以这是超级太阳风暴。好，那这个呢，宁静期，对不起，前面这时间是太阳活动极大期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叫做October 2003年，它正好在万圣节，所以它是万圣节时报。所以任何人去 Google 万圣节太阳风暴都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讨论那这个是我们在看这个2019年的8月5号的太阳风暴，风暴前高度对纬度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我刚刚讲喷泉效应，就讲说，如果喷泉很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赤道两侧电子密度变强；如果喷泉很弱，它就变比较小。那你可以看到磁暴前的喷泉是很小的，磁暴后喷泉是很明显的。我们过去这种观测都是没有的，这个是过去都是数值模拟，这个是第一次有直接的观测有这个证据所以我们都觉得对这个結果觉得蛮兴奋的，就是它可以看太阳风暴。那还是不知道这个强度到底多强，所以我博士论文正好就是做万圣节磁暴，然后那个磁暴前的参考天是这个细的灰线，磁暴当天是这个粗的黑线，你可以看到那个赤道异常的电子密度就是说从这个数字的50到60涨到大概150左右，所以它增强比率是中间的差值是背景值的140%、140%、130%。太阳极大期、超级太阳风暴，这个是 Category 5的台风。如果类比的话，这是可能连轻度台风都到不了。你看到多少？314%，差4倍。然后我们去用数值模拟去模拟，没办法解释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结果，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解释。它原来是说，在太阳活动极小期的时候，你一个太阳风暴来，可以产生这么大的百分比的改变。当然，绝对量还是小它很多，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百分比的参考值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好，我知道我剩很少的时间，那所以顺便就很快讲一下，前面讲电浆炮很多的，所以福卫7号其实也可以看电浆炮。然后因为一定要跟 NASA 卫星合作，所以我们也去投了一篇论文，现在就是把福卫7号看到的电浆炮呢，去跟 NASA 卫星的影像看到的去对叠在一起。那所以这一段的小节就是说，我们过去用福卫3号只能看到电离层的气候，不能看每天变化。现在可以看到每天变化。然后呢，太阳最讶异的是，我本来对做太阳风暴已经兴趣缺缺，因为我认为说，万圣节时报过后，我们都知道 NASA 出了好几本特刊，那个特刊来，一般我们 special issue 都不会太厚，那 special issue 这么厚，好，那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都懂了，反正现在没有时报也没关系，我们全部都懂了。后来发觉这个一做，发觉其实我们不懂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新的观测还是有一些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极区的天气会影响太空天气，然后产生6天周期的震荡。可是我觉得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留给下次报告，下次才不会交白卷。好，谢谢各位。